石叔祖，您的修为已经勘破天人境界，祖师让我跟你说，他给你定了一桩婚约，要您下山去结婚。婚约？没错，师祖说您想要得道成仙，必须得化解这段姻缘，去和天海世家王家千金结婚。啊？王家千金？难道是小时候跟我约定非我不嫁的小丫头？我记得师傅说过，那个小丫头体质特殊，和她双修对我修行大有帮助。恩人啊，你怎么下山也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来，上车。哎，那不是天海首富钟老吗？怎么亲自来接人啊？这个年轻人是谁？这么大年纪了，怎么还来亲自接我？恩人哪里的话，若非您相救，5年前我就横死了。我们钟家3代报答您都是应该的。恩人，见岳父不能失礼，这有2根大金条，你带着。哼，我还会忘了人情世故吗？聘礼我早就准备好了，你自己留着吧。哎，这是宋朝天地绝命炉，听说是扣取百虫，敬心神。算你有眼力，前些日子有人送的，扔到仓库里了，刚捡出来。王家因为一个婚约就能得到如此国宝，真是让人嫉妒。小易稀客呀，这么多年不见，还是能看出小时候的样子。快请进。王叔叔客气了，一点礼物不成敬意。哦，哎呀，哎啊，这是你未来老公。什么？老公？老王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他拿个泡菜坛子来咱家，还想娶我女儿？做梦！这是国宝天地绝命炉啊，不是泡菜坛。路边捡了个破烂，冒充国宝，腌咸菜都嫌晦气，让他算了。妈，别这么说。哎，闭嘴！小易不是那样的人，他最多就是上当受骗，明白吗？小易啊，这是你李叔叔，文武全泰斗。老李，过来给长长眼。老王，这泡菜坛是天地绝命炉啊！什么天地绝命炉啊？骗谁呢？哎，住手！这是国宝，派出1亿天价的天地绝命炉，你竟然想砸了，暴殄天物啊！老李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哎，我他妈还没喝，你质疑谁都行，别质疑我的眼力。我说小易不是骗子吧？你们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这国宝指不定是你偷的，就你这个乡巴佬，能买得起这个？行了，妈，我累了，先回去休息了。你还记得我吗？秋雪，我爸非要让我嫁人，我还等着我小时候遇见的大哥哥呢。明天我传局，看看这个张毅愿不愿意取消婚约。行，那我听你的。哎，安安，这就是那婚约对象，还挺帅的。安，你最近肚子痛，我特意找李神医开的药。谢谢郑哥。等等，这种药对腹痛根本没用，吃了只会加剧血崩，病上加病。这小子摆明抢我药，说吧，要敲诈多少钱才肯还我？哼，来，跪下来磕响头，一下1万，还不谢我？哎，郑少大气，我赌他磕10个。张毅，郑少不是我们能得罪的，你快走，我来处理。今天这头不磕也得磕，弄脏我的东西就想走，没门儿！想要我跪，不如你先跪。这乡巴佬疯了吧？郑少，灭了！你不说这药好，不如你尝尝。他怎么这样了？要不是我，现在吃药的就是你，你吃了会加剧血崩，要命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杀！打断他腿，不跪就切脑袋！等等，少少，他是我的朋友，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别打他了，行吗？给我打！郑海家是能压死人，张毅不会被他们打死吧？这可怎么办？
撒我。走了。哎呀，疼啊！哦，乡巴佬！少爷吃的药真的有问题？难道那个乡巴佬说的是对的？他不过是空有一身蛮力罢了，敢惹我要弄死他！阿切！啊，谁在背后想我了？哎呦，恩人，您怎么自己来了？早知道我去接您了。闲着也是闲着，过来顺便帮你点小忙。哎，来，恩人，这边请。这花瓶真是好东西啊！这东西真不错，确实可以。你看这纹路，真的是太不一般了。钟老，这青花瓷是顶尖成色，您看，您长长眼。可以入眼。包起来，送我书房。哎，钟老，我们磨破嘴皮子，还不如这年轻人一句话。哎，那是军座啊！听说他受伤了。哎，旁边那个是给他治病的陈神医啊。和那庸医的样子，身体怕不会吃坏吧？哪来的黄毛庶子也敢质疑老夫医术？他疯了吧？他居然敢说陈神医是草菅人命！他竟然在军座面前班门弄斧，简直是寿星公上吊嫌命长。钟老对他客客气气，他还真转上天了。哦，你是何人？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，不管你信不信。你沉疴多年，用尽了无数好药，难以痊愈，实际已是虚不受补。这碗催血回生汤起不了任何作用，还会让你加速死亡。空口无凭，陈神医名外姓林，岂容你毁他清誉？军座，把这骗子赶出去！小子，你口口声声说我的药不行，难道你自诩有比我更高超的医术？江湖骗子也敢在这儿装，耽误军座病情，罪当处死。够了！你口口声声说这药是催命符，那我倒要看看能否要了我杜某人的命。来人，呈上来。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站住！想装神弄鬼，我偏要你留在这儿，看军座痊愈。哎，这药喝完以后，身上暖暖的。军座脸色好多了，不愧是陈神医，妙手回春了。哼，这骗子的谎言不攻自破，看他还有什么脸面来面对军座？小子，打脸了吧？这可是祖传秘方，陈家100年根基，起死回生的神药，你一个江湖骗子也配质疑？5、真不嫌丢人。 4、说完又能怎么样？3、他怎么有脸继续待在这儿的？ 1。哎呀，军座，军座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军座，人怎么倒下了？没事吧，军座？不可能，这药没问题。军座，军座。没气了！军座居然没气了！那一个人怎么就死了？一群蠢货！居然没气了！现在知道谁是真正能起死人肉白骨的陆地神仙了吧？军座刚出事，你居然笑得出来？之前你说军座虚不受补，肯定是你害的。人不是我害死的，我早提醒过他，虚不受补，不要喝药。他听了吗？催血回生汤是100年前陈氏御医的方子，滋阴补阳是吊命良方。可军座身子早已千疮百孔。就像往沸油里边浇水，一浇就炸，药性相冲才会这样。他居然知道陈家秘方，看一眼就知道军座虚不受补。我的医术远不如他呀！老夫有眼无珠，不识泰山，无颜再成神医，还请高人救军座。我能救，可我为什么要救？是老夫夜郎自大，可军座深系国家安危，恳请高人相救。小伙子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我们军座，他可是个好人呐，救救他！没有军座镇守边关，哪来我们的太平啊？军座拼了一辈子，不能就这么死啊！恩人，救军座百利而无一害，你刚下山救了他，威望力增。哦。活了！
活了，活了，活了，真的活了，活了！太厉害了！神医救命之恩，我杜某人没齿难忘。小事，你这病沉疴多年都没发作，今日突然爆发，我刚才失针探到你体内有毒素，应该是你身边人给你下的毒。什么？你说身边有人暗算我？勋座被下毒了？居然有人下毒！谁在下毒？这么过分？陈林妄称神医，今日见您天人针法，求收我为徒。陈连愿悉心革灭血医。天哪！陈医居然下跪拜师，没空。我。不要开罐酒，现在在东城酒吧包间，再不来就晚了。让司机备车去东城酒吧。是。杨经理，这堆我干了，咱们谈谈货款的事吧。谈货款嘛，先喝了这杯深水炸弹，喝了我就签字。杨经理，我酒精过敏，喝不了。王小姐没诚意，那货款……哎，等等，我喝，为了王家，我喝。再喝杯扎啤，哥哥马上签字。杨经理，我真喝不了了，你别过分啊，安安醉了。臭娘们多管闲事，再逼逼老子弄死你！程毅怎么还不来啊？杨经理，你看我都喝了那么多了，您该看到程毅了，货款也该付清了吧？好啊，这里不太方便，我开了房，咱们去那儿详谈。杨经理，我今天还有事儿，货款的事还是改天再谈吧。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吧。哎，不要，你别碰我！不要！住手！谁他妈坏老子好事儿？啊，你没事吧？我的女人我都舍不得碰，这死胖子敢碰她！你是谁啊？还好只是喝多了。快来人呐！有人要弄死我！他妈的，还敢打电话！程毅，你疯了！你敢打杨经理？杨经理可是本市最大商会晨光商会的人，晨光商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你敢打我？我是晨光商会的经理，我们会长是赵晨光，他最信任我。赵晨光，老子当年救过他的病，他来也得给我跪下断臂！乱嘴子！我付货款，求您放了我吧！再图货款，下次要你命！记住，耍花招，让你全家陪葬！你给老子等着，赵会长不会放过你的！让他来，老子等着！程毅，你能耐了是不是？安安好不容易请来的杨经理，你一闹全白费，现在得罪了杨经理，货款没了，王家在天海根本没法立足。就你冲动，安安忍忍就过去了，你倒好，不仅打了人还要赔礼。乡下来的土包子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头发上见识多，懒得跟他废话。你先送安安回家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程毅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真够杂种，绝不能让安安跟他在一起。安安，幸亏我昨天晚上路过酒吧，要不然真就危险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以后只要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昨天晚上是郑少你救的我，哎，那真是太谢谢你了。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，我算是长见识了。张毅，别在那阴阳怪气的，做安安出事你自哪儿去了？我们老王家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废物？安安出事我知道，但你们确定真是这位郑少救了他吗？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。昨晚要不是郑少救了安安，他就被杨经理给欺负了。王母，您别生气，张毅乐意怎么说就让他说去呗，事实这不摆在这儿。别说了，安安，我好像想起来了，昨天晚上有人打了杨经理啊！
哦，嗨，人是我打的。我昨天一进去就看见杨经理在灌你酒，于是没忍住，这才动了手。这怎么？你把杨经理给打了？那王家的货款怎么办啊？伯母您别担心，我跟赵会长是铁哥们儿，一句话的事。能睁眼说瞎话，郑少真是位人才。秋雪，秋雪，昨晚你也在，快说说怎么回事儿。昨天晚上我看见杨经理灌安安酒，立刻给郑少打电话，他赶过来救了安安，从头到尾根本没张毅什么事儿。阿姨，你别信这个骗子的话。还是秋雪了解情况。张毅，你也不照镜子看看，配跟郑少比吗？周秋雪，你真以为我不打女人啊？我好像记错了，安安，是张毅救了你。张毅，你别跟秋雪这么说话，她是我闺蜜。大家好好说，不管怎样，我信我女婿的为人。王安安呢？给我出来！你个惹祸精，要把王家害死吗？大伯，您怎么来了？王家没亏待你吧？你倒好，反过来害我们。晨光商会的杨经理放话了，一分货款都不出，要让王家完蛋。今早所有的合作商都取消合作了。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大伯，您听我说。别说了，你太让我们王家失望了。杨经理说了，你不给面子，不让我们王家在天海混了。天权，我丑话说在前面，公司要是因为你们父女俩垮了，到时候你知道该怎么做，别忘了在老爷子面前交代。大伯，您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把这件事情解决好。解决不了就滚，不然老爷子第一个收拾你们两个。走。姓杨的不干人事，找赵晨光就能解决。死废物，这么装逼！你个没用的东西！张毅，你先走吧，这里的事儿你解决不了的。恩人，军座和陈神医对之前的误会很愧疚，请您明天到茶楼一叙，准备了峨眉盖雪。行，时间地址发我，我准时到。我布置了清雅轩，为了峨眉盖雪，师傅能接受我的拜师吗？放心，恩人眼光毒，会看见你的诚意的。我去那边。前天我真是瞎了眼。参见军座，参见钟首府，能见到二位，真是我八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你是谁？那个军座，我爸郑文山。上次宴会，您还拍过我肩膀呢。我去。哦，郑家的吧？没什么事儿，走吧。啊，我这就走。我的天啊，军座和钟首富啊，郑少居然能跟他们说话。安安，我们要不要上去蹭个脸？万一被记住，后半辈子不愁了。郑少，杜军座刚跟你说什么了？杜军座他一般都不跟人说话的。那个，我家跟军座有生意上的往来，冲我爸的面子也得给我好脸色。郑少，你也太牛了！要是王家能有这等贵宾的排场，也不用愁破产。走，走。张先生，您可算来了。恩公，几日没见，您身子可还硬了？徒弟陈林给师傅请安。说请喝茶，茶呢？都备好了，师傅楼上请。嘿嘿。来，恩公，您趁热喝。还行。刚才那郑海，你们谁认识？是郑家那个坐吃等死的少爷。最近啊，这家生意亏得底朝天，我没有接触过。恩公，若是嫌他烦，我让人查他没事。师傅，上次是我狗眼看人低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起来吧，我没那么小心眼。师傅，您尝尝峨眉盖雪，刚泡的。
你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情？确有一事，还想请恩公帮忙救救我家小女。这儿不是有位大夫吗？师傅，莫要取笑弟子，弟子记着，真无从下手。哎，杜小姐的病实属奇怪，找了许多名医都束手无策。她时常昏迷，后期又醒不过来，检查却一切正常，只是嗜睡，直到虚弱的。那行，我考虑考虑。哎，多谢恩公，多谢恩公。无论恩公是否能救得好，这份恩情我杜家记下了。哼，来，茶不错，我先走了。张先生，我送你。嘿嘿嘿。行了，都回去吧。哎，不用送了。好。张爷什么时候跟大佬关系这么好了？嘿嘿嘿嘿嘿嘿嘿。嗯，行。秋雪，我们王家的项目有救了，郑少给我介绍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投资。真的？什么项目这么厉害？我们郑氏集团马上就要融资了，现在的这个项目正是我们融资上市的基础。只要我跟我父亲说一声，让你们两个一起发财，没有问题。郑少，那这是什么项目呀？官府研发的新城居计划，你听说过吧？钟首富旗下的产业占大头，我们郑氏能分到一点汤喝。那我代表我们王家投资。秋雪，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也别错过，抓紧时间来分一杯羹啊！我也可以，真的能行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只要我跟我父亲说一句话，人多力量大，有钱大家一起赚嘛。郑少，在这种时候也只有你肯帮我了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。安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一掷千金换你一笑，我觉得值得。要是这辈子能娶到你，我这辈子都值了。安安，快答应他，郑少对你这么好。我怎么会突然想到张毅那家伙？谢谢郑少的厚爱，但是我已经有张毅了。没关系，安，我会等你。张毅，去找杨经理要货了，上次杨经理坑过他，你快去救他。王安，货款一定能搞定的，一定要稳住。哟，你终于来了。杨经理早，我一收到你的消息，我立马就赶过来了。那天的事情实在是抱歉啊，我一直想跟你当面道歉来着。啊，还有贷款的事情，我那天都赔了酒的，我的诚意您应该也看到了。杨经理，脱衣服吧。杨经理，我是来贷款的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来都来了，装什么蠢呢？大早上叫你来酒店，你该心知肚明啊。脱，老子只接受这种赔礼，要么你跟我睡，要么你王家等着破产吧。杨经理，我不是那种人，你看错我了。杨经理，你放我走吧，我不要货款了。谁来救救我！又是你这个坏我好事的臭小子！那不是晨光商会的杨经理吗？先生，酒店禁止打架斗殴，请您停手。你有种就弄死我，要不然我让我老大杀光你全家！你别想在天海立足！张烨，别打了，你赶快跑吧，一会儿商会的人来了，会打死你的。张烨，别打了，你赶快跑吧，一会儿商会的人来了，会打死你的。他怎么这么傻？可为什么我觉得很安心呢？哼，现在知道跑，晚了。小子，你摊上事儿，敢打我，我让你没办法在天海混下去。张烨，快跟杨经理道歉，咱们惹不起他的。他没这个资格。这小子说话也太狂妄了吧！好啊，
我看你这个傻逼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我现在就给老大打电话，我让你和王家全都滚蛋！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，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好一朵鲜花插牛粪上了，恐怕以后天海再无王家。现在还敢跟我说没资格，还敢跟我摆谱，你都多余，也不看看这儿谁才是老大。谁是老大我不知道，今天让你尝尝我的巴掌大不大。张毅，你别说了，这杨经理和他背后的赵会长咱们都惹不起，一根手指头能捏死咱俩。别慌，就算赵会长来了，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。好，我现在就给我老大打电话。喂，杨凯，找什么事儿？喂，杨凯，找什么事儿？会长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有个小子不把他商会当回事儿，还打了我，连句对不起都不先说，把您抬出来，他都不以为意啊！啊，竟有此事！杨凯，你个废物！有人敢这么贬低咱们商会，你还不赶紧带人找个场子？像这种杂碎，一个都不能给我放过！你给我地址，我现在过去。你那边把人全部截住，敢轻蔑咱们商会的人，一个都不能留。张毅，你现在赶快跑，照我顶着。别慌，就算赵成官现在来了，也不能把我怎么样。啊，你傻啊！这个时候还设计为人，张毅他顶得住的，要跑的是你啊！跑？现在知道害怕，早干嘛了？告诉你，现在就算下跪道歉也没用，谁都跑不了。早干嘛了？告诉你，现在就算下跪道歉也没用，谁都跑不了。会长，你可算来了！你看把我打得多惨，那小子往死里抽我呀！废物，亏你还是老子的心腹呢，就这点伤就哭了，丢不丢人？是谁敢动老子的人？站出来！赵会长，都是我的错。会长，别听他瞎说，他为货款设计勾引我，你男的跟他一伙的，设计仙人跳，想敲诈您钱呢。漂亮的女人就是心机深呢。仙人跳啊！大家别听他胡说，不是这样的。我管你什么原因，是你们打了我的人，敢动我商会的人，活腻了。世上有如此歪理，滑天下之大忌。怎么是小师祖？多年之前他曾经救过我的命，现在竟然下山了。杨凯惹的是小师祖，这个蠢货！怎么是小师祖？多年之前他曾经救过我的命，现在竟然下山了。杨凯惹的是小师祖，这个蠢货！混账，还敢在这儿瞎逼逼！张先生，是我御下不严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杨凯假借商会名义，还在太岁头上动土，该死！这脚，算给您赔罪。王小姐，杨凯他欺上瞒下，那个，扣下的货款会查实退还，名誉损失会赔偿3000万，还望不要推辞。赵会长，这是真的吗？损害王家的利益，我郑重跟您道歉，恳请您的原谅。赵会长，快请起，这一切都是杨经理的错，跟您没有关系的。而且您深明大义，我该感谢您才是啊！还在这装死啊！赶紧滚！张先生，那我还有事儿，我先告辞了。快走吧。张毅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居然能让赵会长这么恭敬？上次他还和钟首富一起吃饭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想不到王家竟然让我来办货款复批手续。算了，毕竟有婚约在身。我叫张毅，我找徐总，让他下来。不是你谁啊？这么大口气！我们徐总每天日理万机，怎么可能会见你这种土包子？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。今天算是见识了。我是王家代表张毅，来找徐总办理货款复批手续。王家代表？王家这是没人了吗？找了你这个土包子来当代表。不过你来的正好。
找了你这个土包子来当代表。不过你来的正好。夜魅会所3808号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薛明经理的意思，不是说你们王家的小姐长得有几分姿色吗？今天晚上去会所，把薛明经理给我陪好了，伺候好了，少薛随便办。好，你确定？要不说你这乡下来的没有见识。你他妈居然敢打我！你信不信我让保安把你轰出去？好了，别动手！好了，别动手！我现在就叫薛明出来！2分钟多1秒，你另一只手也别想要了。2分钟多1秒，你另一只手也别想要了。喂，薛经理，你快点来大堂，这里有人在闹事。徐总的心腹也敢打，真是不怕惹祸上身啊！听说是王家的人，王家快破产，急眼了。王家都快破产了，能不急吗？赵薇，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在这里闹事？薛经理就是他呀！你看他把我伤的，你快为我出头啊你！你是什么东西啊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敢在这里动手？死到临头还不自知！就是他！我今天就动手了，我是王家代表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这小子疯了，敢当着薛经理的面打人！哼，王家代表，好，你们要的货款手续，我今天就不办了，除非你跪下。礼尚往来，你脱光去外面跪下，我放你一马，否则你也配提徐总啊？没我同意，谁敢跟徐总说？我看谁敢得罪我？10秒，要徐州的电话。连徐总的电话都没有，还敢在这儿装？哼！放心，待会儿废他腿给你报仇。哼！放心，待会儿废他腿给你报仇。你刚刚踩我脚时不是挺狂吗？现在跪下，给我求饶，然后再把王安安送给薛经理泄火，咱俩这事儿就算结束。哼，王安安是王家大小姐，她这样做是让她两面不是人啊！太年轻了，做事不计后果。来人，打断她的腿，扔王家门口，告诉王家今晚破产。我看谁敢！徐总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徐总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让您见笑了。王家因为货款的事儿，在这儿闹呢，这就是他们请的混混，在这儿胡闹。您放心，我一定把他处理干净。是啊，徐总，这薛经理说的对，你看他把我伤成这样了，这薛经理他是在为我打抱不平啊！你他妈敢打我！徐经理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徐总，你怎么也打我呀？该教训那小子啊！可知道他是谁？哼，他可是晨光商会赵晨光的小师祖，连我都得尊称他一声张先生，甚至终老都对他恭敬有加。若不是他不喜张扬，我今日就要宣告他是天海首富的座上宾。薛明，你假借公司名义欺男霸女，还不向张先生磕头认错，得罪了张先生，赵会长也保不住你。张先生，恕我有眼无珠，求你放过我吧！我是公司的经理，我要脸啊！我给过你们机会了，是你们不要，才让徐州过来。想死，我成全你！哼哼，现在要脸，早干什么去了？脱光衣服，到外面给我跪着去！今天不让张先生满意，你全家都给我滚出天海，还不快滚！张先生，是我管教不力，还请您息怒。这两个人任凭您发落，我绝不求饶。不必了，
处理干净。是。货款终于到了。郑少，安安，找我什么事？郑少，我的货款到了，商会把扣押的货款发给我们了，我们王家的危机终于解除了啊！你的项目马上也可以投资了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谁让我喜欢你呢？只要你答应和我在一起，我做什么都行。郑少，我……安安，给我个准话吧，我等你很久了。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考虑考虑吧。为什么我会犹豫啊？想到张毅就不想答应郑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会犹豫啊？想到张毅就不想答应郑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安安，怎么了？秋雪，货款到账了。难道是张毅？我就说他不一般，我上次还看见他跟张毅呀，肯定不是他，应该是郑少帮忙的。今日上午，某公司门口出现2名男子跪地道歉，声称不该招惹王家小姐。这不是徐总手下的经理吗？前2天还给我发骚扰短信来着，没想到郑少要用这种方式帮我报仇，真是太用心了。前2天还给我发骚扰短信来着，没想到郑少要用这种方式帮我报仇，真是太用心了。凭什么安安有事我才能给你打电话？我想找你不行吗？就这，没事找我干嘛？我在和徐州吃饭，没空搭理你。徐州？是钟首富那个得力下属徐州？我们在金鹤楼。这个不解风情的大傻子。张毅，怎么是你啊？这么急找我什么事？我这么大老远跑来，你不会赶我走吧？无聊。你真走啊？见着木头脑袋！张毅，你不在乎功劳又被郑海抢了吗？跟我上车，我告诉你细节。行。你真走啊？见着木头脑袋！张毅，你不在乎功劳又被郑海抢了吗？跟我上车，我告诉你细节。行。张毅，你明明有能力认识新的人，怎么一直把安安往外推？你没看出来安安厌恶吗？他要是因为这些就不喜欢我，只能证明我们俩不合适。哎，秋雪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董友，这么巧，你也在？秋雪，半个月不见，又变漂亮了。旁边这位兄弟面生啊。董少跟你说话呢，装什么哑巴？哎，打个招呼会死啊？别乱讲，他是张毅，安安的结婚对象。哦，原来是乡下来的那个赘婿呀，我记着了。怎么，王家的软饭吃腻了，跑这来喝闷酒，被赶出来了？我记着了。怎么，王家的软饭吃腻了，跑这来喝闷酒，被赶出来了？切！原来是吃软饭的怂货！你闭嘴！张毅是我带过来的。秋雪，你老跟着土包子玩啥？小心到时候缠上你，甩都甩不掉。梦姐，好久不见，我是小董啊。董大少爷，知道。哎，玩得开心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哎，梦姐，那您慢走。哎呦，梦姐的气场越来越强了，刚才我都不敢喘气儿。可不是嘛，黑路的幕后老板惹不起啊！哎呀，听见没，张毅，千万别惹梦姐。知道了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听见没，张毅，千万别惹梦姐。知道了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张毅，你怎么去厕所这么久？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你一会儿和我一起走，恐怕会有麻烦。啊？怎么这么臭啊？就是他，刚才把老子头塞到茅坑里，给我弄死这个傻逼！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位大哥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惹我！你知道老子是谁吗？老子可是龙门集团的温岭。温
林，我知道他是龙门集团温彬的亲侄子，行事一直嚣张跋扈。我倒是谁？原来是这个土包子惹的祸呀！那他可要完蛋了。温少爷要是迁怒王家，他不得成丧家之犬的？该，谁让他惹着不该惹的人啊？温少爷要是迁怒王家，他不得成丧家之犬的？该，谁让他惹着不该惹的人啊？小子，你今天敢惹我，等着瞧，我连你跟你亲人一起收拾！给我上去狠狠的打，把那小子的手脚打断，扒光了扔在大街上。那女的带到酒店，让我慢慢享用。温少，你别误会，我跟张毅不是情侣。温少，我是董家董友，给我个面子。他是秋雪，是我朋友，跟那土包子没关系啊。董家董友啊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就算你想请老子喝酒，也要看看你有没有资格。你有多大脸，让我给你面子？小子，你叫张毅是吧？还不赶紧跪下给老子舔脚趾！今天要不磕个10个8个响头，这事儿别想过去。还有这个姑娘，你要让她陪我睡一觉，我就放了她。温少，周秋雪家世虽不及你，但好歹也是千金啊！您牵连无故传出去，对您名声不好啊！那老子做事轮得着你在这唧唧歪歪？惹急了老子连你一起打，不想拜拜就给老子闭嘴！惹急了老子连你一起打，不想拜拜就给老子闭嘴！怎么这么吵？在我的地盘闹事，不给我面子？梦姐，你来的正好。这小子欺人太甚，我刚才上厕所，他直接把我的头塞在马桶里，这事儿换谁都受得了。温少这算客气了，要是我非把他头拧下来当朽体，就是光让人舔脚趾可不行，还要扔海里喂鱼。他居然这样对温少，理应交给温少处理。温少想怎么处置？梦姐，你不插手最好。我先动手不假，但温玲挑衅在前，又何必牵扯到别人？他是在为我说话。同为女人，我不想你跳入火坑。温少，这件事与周小姐无关，还请你给我个面子，放了周小姐。行，我也不愿意跟女人动手，但是她必须给我跪下。没听见温少说话吗？跪下，给温少道歉。今天你让温少满意，我就不计较你在我的地盘闹事。你让我跪下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我没做错，你还拉偏将，没骨气，配混地下势力，笑话。他疯了，敢跟梦姐这么说话。梦姐被劫神力，他到底有什么底气啊？他怎么在这儿？这家伙真是又惹事了。算了，帮他一下吧。毕竟爷爷给我定了和他的婚约，我之前毁了婚约，算是欠他的。梦姐，好久不见。欣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件事我已经弄清楚了，是温少爷踩了张先生的鞋子，挑衅在先。张先生出手事出有因，这件事就此作罢。梦姐，你吃错药了吗？你到底站哪边啊？温少如果再找张先生麻烦，就请离开黑路，这里不欢迎找事的人。行，小子，今天算你走运，但是这事儿没完，你给我等着。秋雪，你听我一句劝，远离张毅，丢人事小，后患无穷啊！这次龙门那边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区区龙门有何本事，尽管放马过来。我张毅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，那温岭还不知道在哪儿玩泥巴呢。哼！李欣然李家，赵晨光对他毕恭毕敬，她是京都大小姐，隐世豪门。张毅居然认识她。张毅，刚才是京都大小姐李欣然，你惹到她会有大麻烦。我知道，那又如何？别人怕她，我又不怕。连李家才师都不怕，她背景到底有多厉害？力哥，您来了。张毅闹事，我看李欣然的面子才没跟他计较，可他太嚣张了。小梦，你啥时候猥琐了？张毅闹事，我看李欣然的面子才没跟他计较，可他太嚣张了。小梦，你啥时候猥琐了？畏手畏脚，成不了事。去把张毅请回，给梦姐道歉。姓李的拦，就说是我厉一水的意思。是。张毅，就算你能打，有军座保你，也不能举世皆敌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你这嘴皮子适合念经，想剃度呀？我给你送到清修之地去。张毅，你会不会说话？
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又得罪谁了？谁派你们来的？小子，惊动力哥了，力哥让你回去给梦姐赔罪。莫名其妙，装疯卖傻，老子让你装，给我上！张毅，小心！这是人能有的战斗力。张毅，小心！这是人能有的战斗力。你们力哥不是让我跟你们走一趟吗？行，我跟你们走一趟，带路。张毅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嫌自己名太长是不是？那是地下势力，不是过家家的地方。这下惨了，我怎么想不开跟你上这条贼船呢？张毅，我要是被你害死，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有我在此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休想放肆。我当然相信力哥的实力。力哥就是那小子，他说我不配混地下势力。巧了，小水，你也在这儿。巧了，小水，你也在这儿。怎么会是您？打死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您呢。小水，一别经年，别来无恙啊！大胆，你敢这么对力哥说话？小子，你是不是想死？谁准你对这位张先生不敬的？再瞎逼逼一句，老子弄死你！小水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长本事了，竟然叫人把我留下，给这位梦姐道歉，挺有出息啊！师傅，我哪敢跟您过意不去啊？这都是误会，我也没想到这大水冲了龙王庙，我给您赔不是了，您别往心里去。快，小梦，跟师傅问好，这位是对我恩重如山的恩人，也是他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捡我回去，还教了我一身本事。手下人不懂事，得罪了您。那天酒吧的事是个误会，您教训得对，往后您来酒吧一律免单。我偶尔来，消费得起。这还是之前说一不二的梦姐。往后您来酒吧一律免单。我偶尔来，消费得起。这还是之前说一不二的梦姐。放倒王安安，少不了你好处。这样不太好吧？我才刚取得王家人信任。拿下王安安，我给郑家拉投资，上市都不是问题。您放心，王安安对我不设防，这次我一定给你把人弄过来。都怪张毅那土包子，不然王安安是我的。巧啊，郑少，居然在这儿碰见你。张毅，你怎么来了？谁放你进来的？郑海，这人你认识？各位可能对张毅这个名字不太熟悉，但是王家的那个山里赘婿，各位应该不陌生吧？哦，原来是王安安身边的土鳖赘婿。郑海，这人你认识？各位可能对张毅这个名字不太熟悉，但是王家的那个山里赘婿，各位应该不陌生吧？哦，原来是王安安身边的土鳖赘婿。郑少真大胆，自家亏空成那样，还想拉王家投资。要是王叔叔和安安知道……张毅，你少在这给我血口喷人啊！王家人会信你，在王安安眼里，你不过就是块扶不上墙的烂泥，你还想告黑状？你做梦去吧！我听说有个张毅跟京都李欣然订了婚约，就是你吧？李欣然，那可是富可敌国的李家大小姐，你和李家大小姐有婚约？王安知道吗？怕什么呀？李大小姐根本看不上他，说他是山里来的，一穷二白，没本事。难怪李家小姐看不上你，吃软饭，软饭男啊，配我！在我面前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李欣然，老子压根就不怕。张毅，你活腻歪了吧？这是省城万家的万大少爷，你还不赶紧给他道歉？好你个土包子，别给脸不要脸！跪下，从本少爷裤裆里钻过去，我就原谅你。钻！哼，万少，你看，这废物为了讨好你，要陷王安当绿毛龟啊！张毅，你还算男人吗？连老婆都能卖！把这杯喝了，老子就不杀你！你说什么呢？敢让本少爷喝这个，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张毅，你不要以为你和李家大小姐有婚约，你在这就能横着走了。这可是万家的万大少爷，我劝你最好还是赶紧把王安带过来，
你要是再提王安安的事，老子宰了你！哟，我可怕死了！张毅，你说你狂什么呀？这是万家的万大少爷，我今天看他在这儿，我看你还怎么敢跟……放开郑海！你知道他爸做什么的吗？郑海，我原当你是跳梁小丑，抢功你都懒得搭理，但这次你踏破我底线，王安什么错？为你追求无果，还有下药陷害，送给这个死胖子！记忆里那个扎着羊角辫、笑起来有酒窝的小女孩，要是被推进这个马氏酒器的包间，要是变成不人不鬼的模样，张毅，你放手，你放开郑少！啊，你先到旁边去。张毅，你要陷我们王家于不义吗？郑少可是帮我们解决了3次货款呢。啊，我做的都是为了王家。郑海他给你下药，要把你献给这个万鹏。哎，你可别听他的，这都是他骗你的。我都是为了把万少介绍给你，你别信他，他就是嫉妒我。张毅，你难道要陷我们王家于万劫不复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我爸可是万家的当家人，你敢动我一下？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这杯水喝是不喝？你算什么东西，敢对本少喝来喝去？这杯我不喝，我要让王安安喝。万少，万少，你没事吧？你还想在天海混吗？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弄死你？万少，万少，我替他给您道歉，对不起。张毅，你快走吧，这里我拦着，他们不会放过你的。完了，万少不会放过我们的。王家，王安安，我记住了，敢让我丢脸，你们等着完蛋！我要男的挫骨扬灰，女的们南阳做妓。你把我们都害死了！王家，王安安，我记住了，敢让我丢脸，你们等着完蛋！我要男的挫骨扬灰，女的们南阳做妓。你把我们都害死了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不怕报复尽管来，在场有一个算一个，一个别想跑。天海要变天了。小姐，省城万家的万鹏被人打伤，现在已经惊动了万家三爷万宁。省城万家我有印象，关键是万宁，当年他单枪匹马灭了得罪万家的郭家，要是在天海发难，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子。小姐，打伤万鹏的是张毅。我也不想管张毅的闲事，可爷爷要是知道我袖手旁观，肯定要生气，万一动摇我在李家的位置。给我备一份礼物，我要去万家给张毅说情。可是小姐，您不是已经跟张毅退婚了吗？这件事儿是他自己胡作非为，自作自受，这跟您有什么关系？是我退婚在先，我对不起他，人情欠得越多，以后他越不好反悔。爷爷问起来，我也能和他两清。是小姐，我立马去安排。去吧。张毅啊，自从你来到我们家，给我们找了多大的麻烦！我们不图你大富大贵，就是让你踏踏实实，你都办不到。妈，我会亲自上门找万少道歉。一个万鹏又有何惧？你们放心，我会解决的。好你个张毅，这时候你还说大话！你去解决万少的怒火，和我们家划清界限。别生气，我们再想想办法。王天全，你们刚解决货款的事，现在又得罪万家，这就是你养的好女儿。还有这个从山窝里来的废物女婿。大哥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闭嘴！这次让他们自杀，向万家谢罪。安安，大伯也不想这样，你得为我们家族考虑，那可是省城的万家。万少一句话就能让我们王家从天海消失。对，牺牲你们一家3口，换整个王家的平安，这是你们的福气。赶紧跟张毅去给万少赔罪，晚了连死都没资格。多，别说话。王，我再说一次，万家的事我解决。张毅，你蠢货！你知道万少去医院叫了谁吗？那可是万家的三爷万宁，他可是单手能捏碎骨头的主，得罪了他，你骨头都找不到。万三爷没听过，他能耐大吗？大到能让你生不如死，得罪了万少，能让你8层皮。万三爷没听过，他能耐大吗？大到能让你生不如死，得罪了万少，能让你8层皮。就这？哼，我以为有多大能耐呢。你是不是不毁了王家，你就不甘心呢？你这个扫把星，我们上辈子欠你的嘛！张毅，你快跑吧，你躲起来，躲得越远越好。张毅啊，能跑就跑吧，是我们王家福薄，护不了你。凭什么让他跑？
他闯的祸就要让他赔罪。我还没嫁人生孩子呢，我不想死。对，不能让他们走，让他们给万少赔罪。万鹏的报复是冲我来的，我不会走的。要是那个万宁敢来，我让他有去无回。切！我拼命争取货款，维护家族，原来都是吃人的狼啊！没想到关键时候，竟然是所有人都瞧不起的张毅护着我。有我在，没人能伤你。我拼命争取货款，维护家族，原来都是吃人的狼啊！没想到关键时候，竟然是所有人都瞧不起的张毅护着我。有我在，没人能伤你。给我把三叔叫来。是，少爷。哎呀，小鹏，是谁伤了你？三叔，你可算来了！你看我被打的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草包赘婿，敢逼小鹏喝药水儿！三叔，那个废物不把万家放在眼里，你一定要狠狠教训他。那是自然，小鹏你放心，三叔绝不会让你白受辱。张毅和王家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走，所有王家的人，给我出来受死！万家万宁，前来算账！爸，都是张毅害的。万三爷，你息怒啊！王安安、张毅，你们躲得倒快。这可怎么办啊？万少，都是我没有管好张毅，但这件事情跟我们王家其他人无关，您别让他们受牵连。你以为本少看上你就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？大错特错！我一句话就能让你全家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让你跪里伺候，你也得照办。不信，你们全都给我跪下！谁敢跟我对着干，谁别想见到明天的太阳！张毅，你是真的想死？那我成全你，不止你，王家人全都得跟你一起。张毅，你害我们全家，你狼心狗肺！我会承担责任，此事跟王家无关。是你打伤了我们万家的少爷。不错，他罪有应得。这时候你还说这话，快跪下！张毅，你最好像条狗一样给我爬过来。还有王安安，今天你不让你老婆给我伺候舒坦，王家人一个都别想跑。懂事点，兴许还能放过几个。有我在，不会让你受此凌辱。适可而止，真惹怒我了，我管你是谁家少爷，照杀不误。万三爷一而再动用武力威胁我妻族，真当我没脾气，自断双臂，我放你走。我管你是谁家少爷，照杀不误。万三爷一而再动用武力威胁我妻族，真当我没脾气，自断双臂，我放你走。张毅，你不知好歹，把王安安给我抓过来！敢反抗，让三叔灭了你们王家！三叔救我！张毅疯了！放了小鹏，否则王家的人一个都别想活！张毅，你放手啊！你还当不当我是你的妻子了？小时候也会这样哭，我最怕他哭了。现在我动他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找死！都住手！李大小姐就是那个隐世富豪家的公主，爷爷和京都统领有关系的那位。天哪！我记得晨光商会会长好像对她很恭敬，原来她就是京都李家的大小姐。这个李欣然怎么又来了？和周秋雪一样阴魂不散，退了婚就应该两清。李大小姐什么意思？张毅打我是众目睽睽的事儿，送点礼就想摆平？万少，你联合镇海给王安安下药的事要是传出去，哪家还愿意跟万少联姻啊？万家的脸要往哪放啊？万少，你联合镇海给王安安下药的事要是传出去，哪家还愿意跟万少联姻啊？万家的脸要往哪放呢？小鹏，你怎么能做出这么混账的事情？今天万某就卖你李大小姐一个面子。不过张毅和王家的人，如果再有下次，新仇旧账一起算。走。张毅，我们两不相欠，爷爷那边你知道怎么说？知道了。出去的时候，记得把门带上。你，张毅，都是你惹的祸！现在李大小姐都走了，以后万家的人再来，可怎么办？你给我滚出王家！滚！让我滚？那下次谁替你们挡麻烦？三叔，我们就这么放过张毅？他让我当众出丑。小鹏，这天海不是他李欣然的地盘，他走后，三叔一定亲自弄死那个张毅，给你报仇。三叔，我等着。让张毅滚出王家，王家不能因为他而得罪万家呀！大家听我一言，是万少要下药害安安，张毅才出手的。哎，快把丧门星赶出去！妈，我不能这么做。你疯了！妈，
你不是教我做人要知恩图报吗？张毅他救过我那么多次，我不能那样做。哼，好一个恩将仇报！难道我们王家人都是恶人呐？要报恩随便你，要是因为张毅连累了王家，我们就是拼个鱼死网破，也要让你付出代价。小易啊，下次可别这么冲动了。这次多亏李大小姐，下次再有事儿，没人保得了你。王安安竟然会护着我。恩人，您这忙吗？有点事儿需要你帮忙。地址发我。恩人，您这忙吗？有点事儿需要你帮忙。地址发我。还不出来吗？那我就当你是缩头乌龟了。真没想到啊，居然能发现我，说你是草包废物，还真是滑天下之大吉呀！好，找我有什么事？时间紧，有话快说。刚刚要不是给李大小姐面子，你早就身首异处了。现在李大小姐走了，没有李家的人情庇佑，杀了你，没有人能阻挡得了。在我这儿，凡是招惹到万家，都得死。说吧，想要一个什么死法，成全你？张毅，你给我记住了，杀死你的是我万宁。到了阴曹地府之后，该向谁告状？你的左手位置不对，烧死吧！该向谁告状？你的左手位置不对，烧死吧！习武之人怎么基本功都没长？忘了说了，你的脚位置不对。你到底是谁？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投。至于我是谁，下辈子再问吧。张先生，君座等候多时了，请跟我来。恩公，您可终于来了。说起来，我要谢谢你。钟药生提醒过你送郑家额外的资料，心意我领了。恩公这说的哪里话？恩公的事情自然便是我的事情。怎么是你？你不是李欣然的助理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杜君座，我家小姐让我带她问好，听闻杜小姐病情有异，特地请来海归专家秦石。好，秦专家，久仰大名。好，秦专家，久仰大名。爸，这位是你说的神医，就是他。豪儿，不准无礼。君座，您可别被他忽悠了。张毅啊，他就是山里来的穷屌丝，哪会治病？这位是？这位便是治好我顽疾的恩公张神医。山村野医，半桶水也敢给我妹治病？你女儿的病还是原来那样？这个自夫人走后，小女精神恍惚，嗜睡无比，近来也是昏迷不醒。这个自夫人走后，小女精神恍惚，嗜睡无比，近来也是昏迷不醒。让我试试，定能唤醒令千金。那太好了，秦专家这边请。请。张毅，你不懂医术，别乱说话，出了事儿没人保你。哼！杜小姐，醒醒，你爸爸和哥哥都在等你。秦专家果然厉害，涵涵，快醒醒啊！秦专家果然厉害，涵涵，快醒醒啊！不能硬催，他的潜意识在抗拒，强行唤醒会伤神。你懂个屁呀！秦专家是海归博士，轮到你指手画脚？就是山里来的，懂什么医术？
放心，我的催眠术从不出错。徐专家，这是怎么了？不会啊，刚刚明明有反应。让开！他的魂被人锁了，催眠没用，只会加重负担。哎，神神鬼鬼的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哎，神神鬼鬼的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小豪，你妹妹还在病着，大呼小叫干什么？不长脑子的东西，退下！哎呀，恩公啊，你跟我交代一下尸体，小女的病情究竟什么情况？我说的就是事实，没人信拉倒。反正回头出了事也不用找我。张毅，你别危言耸听，当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，存心装神弄鬼，想让杜小姐醒不来而获得信任。哼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的计谋啊不会得逞，请专家用事实打你的脸。该提醒我也提醒到位了，既然不想要命，那就算了。无耻之徒，你马上给我滚！既然不想要命，那就算了。无耻之徒，你马上给我滚！我再试试。杜小姐，你还记得妈妈的样子吗？她要是在看到你这样，该多伤心。睁开眼好不好？杜小姐，快去追他！涵涵，涵涵，一定是妈妈派来的天使。涵涵，你没事吧？爸爸，是他救了我，他是妈妈派来的。呀，你个傻丫头，之前还不相信恩公，还对恩公无礼，现在知道他的厉害了吧？快和恩公道歉！之前还不相信恩公，还对恩公无礼，现在知道他的厉害了吧？快和恩公道歉！你女儿我已救下了，现在完璧归赵。哎，恩公，你不能走，这次的事全怪我，若非我轻信别人，怠慢恩公，这才有了这种事情。哎呀！也不能全怪父亲，怠慢神意也是我的不对。恩公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言语轻狂冲撞了你，认打认罚。不必了，我也不至于对病人家属计较。哎，恩公，您不能走，我恳请您留下来，帮小女看病。您说的话全都应验了，现在能救她的，恐怕只有您了。行，我跟你回去。谢谢恩公。涵涵，咱们上楼吧。涵涵，咱们上楼吧。那接下来就有劳恩公替小女治疗了。杜军座，张毅是骗子，就算他救了杜小姐，也不能让他乱治啊！什么骗子？张先生可是我们恩公，叶小姐说话可要注意分寸啊！杜军座，你病急乱投医啊！我行医20年，这小子就是乱说，应验不过侥幸。侥幸？是骡子是马，牵出来溜溜，给我1小时，证明是不是侥幸。好，打赌，你1小时治好杜小姐，我立刻给你跪下道歉。秦专家，小子，敢不敢赌？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愿你别后悔。夸口，我看你就这会儿能装逼。你太吵了，不利于治病，不相关废物，赶紧滚出去！你太吵了，不利于治病，不相关废物，赶紧滚出去！秦专家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张毅，你懂不懂医术？心里就没点数吗？你就非要闹的杜小姐有个万一，你再找人替你背黑锅。你但凡要有点良心，就不会拿杜小姐的性命开玩笑。好了，既然恩公都这么说了，无关人员出去。走。你叫杜梦涵，名字倒是挺好听的。我是杜梦涵，
恩公哥哥，你是谁啊？是我家人请来给我看病的吗？我是你爸请的医生，我叫张毅，但别跟他们叫我恩公了，都把我叫老了。哦，张毅哥哥。刚刚在楼下，我都听到你喊妈妈了。令堂不是车祸去世，我怎么听着好像有内情啊？我是想起了妈妈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害了她。我是想起了妈妈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害了她。慢慢说，把心里话倒出来。我为什么要继续活着？我真该死！要不是那天我跟家人吵架，赌气跑出去，妈妈就不会追出去。那辆大货车开出来的时候，是妈妈把我推开了，她被撞飞了出去。我只是一个小把戏，可不的祸害。要不是我，妈妈就不会死。去。让张毅哥哥见笑了，谢谢你听我说了这些，我现在感觉轻松多了。你输了，现在还不赶紧给我跪下！我跪？我可是你跪才对。涵涵，感觉怎么样？爸，对不起，这段时间我让你们担心了。爸，对不起，这段时间我让你们担心了。其实这2年我都明白了，那辆大货车是故意冲我来的，他们存心想伤害杜家人，给爸爸造成巨大打击，所以不管是我还是妈妈，可能都逃不过那一劫。爸，我回来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井底之蛙也只是坐井观天，有我出手有什么不可能？现在该你跪了。你，秦专家，刚刚可是我亲眼见证的你与恩公打赌，这怎么办？你现在要说话不算数。这个山里来的乡巴佬怎么突然变得高深莫测，医术技能这么厉害？哼！这次是我记不住人，我承认，你赢了。这次是我多此一举了，找来秦专家却没帮上忙，实在惭愧。我们这就走。无妨，既然心意已经带到，那就麻烦回去替我向李小姐带好。二位慢走不送。无妨，既然心意已经带到，那就麻烦回去替我向李小姐带好。二位慢走不送。恩公，老君座，别这样，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。对恩公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杜家是滔天恩德。如果涵涵真出什么事，我该如何向我死去的内人交代？这是5000万的酬劳，还请恩公务必收下，一点敬意莫嫌少。我也只是对杜小姐的怪病感兴趣，她自己解开才好的。太多了，哪用这么多钱？恩公，您是有所不知啊，涵涵，我当年被仇人陷害，那天正好涵涵也在现场，他一直以为是他害死妈妈，而我嘛，急于心切去报仇，忽略了他的病情，导致嗜睡的昏迷。如果涵涵真有意外，我真不知道九泉之下如何去面对我的内人呢？你救了我爸，也救了我妹妹，以后你有什么吩咐，我杜豪鞍前马后，刀山火海，义不容辞。无需此言。无需这样，就当我是医者仁心吧。哦，对了，恩公，这并不是我们有意打探，只是郑家最近太高调了，不少家族呢都被他们蒙蔽了双眼，想要在融资上市时分一杯羹。可是这郑家早就将资产转移到了海外，族内子弟也都准备卷钱跑路。这个郑海啊，应该是最后一批。还有王家刚拿回的货款加资产变卖，1000万全投进去，我感觉很难拿回来。
郑海那家伙，从第一眼我就知道他包藏祸心，追求王安是假，贪王家的钱才是真，说不定想两者全收。郑海那家伙，从第一眼我就知道他包藏祸心，追求王安是假，贪王家的钱才是真，说不定想两者全收。唉，该劝的我都劝了，但王家人非要去撞南墙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是啊，恩公，不过你运气好，就王家投资的那个小牛湾，之前是烂尾楼历史问题，自从郑家转移到海外之后，上面发了新闻，说要重新分配，重新安置。是啊，这份人情我记着，以后有事直接找我。哎，恩公，这么早就走，要么留下来喝杯茶？是啊，恩公别客气。不差这顿，我先走了，就不多叨扰了。不差这顿，我先走了，就不多叨扰了。谁呀？张毅，你连我声音都认不出来了。有事说事，没事挂了。哎，别挂别挂！郑家酒款跑路了，王家人要赔惨了。张毅，你别趟浑水，王家人赔光了，你帮不了，还惹麻烦。为了安安，我得去。王叔叔，我来了。丧门星，家里都要破产了，你还笑？丧门星，家里都要破产了，你还笑？我不是笑这个。哎呦喂！家门不幸啊！我就没听你的吗？啊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家活该呀？小易，你……我笑是因为我们要发财了。我就知道你这个废物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张毅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就别说风凉话了。小易，你……王叔叔，王家这次分到的是小牛湾的开发项目，政府要重新整改，这块地稳赚不赔。张毅，你这个蠢货！小牛湾是废地，天海人都知道它产权纠纷，空置了10几年，郑海信誓旦旦的让我们接手，不可能开发。郑海信誓旦旦的让我们接手，不可能开发。哼，乡巴佬就是乡巴佬，连我们被骗的原因都不知道。王安安找你这种老公，真是眼瞎。你真的连累了王家。要是我是王安安啊，早就用美貌给王家抱大腿，哪像现在呀，搭尽家产。静一静，我以原价收购王家手里边的小牛湾股份。张毅，都这种时候了，你就别再乱讲话了。你个穷小子，能有多少钱？你要拿得出钱，我当场给你跪下。哼，在场各位都做见证啊！死废物就会嘴上装逼。合同拿过来，当场付钱。合同拿过来，当场付钱。山里来的土包子，见过万把块吗？还收购股份，我才不信你的鬼话。我这里有100万小牛湾股，能对吗？小意思。哼，到账100万元。哎，大伙儿看，我真的收到100万，我不是托。好小子，跟人不露相啊！张毅，我80万，先给我兑。我200万，我儿子等着钱结婚呢。钱都到了，都看看吧。别人都对了，我的也对，150万。别人对要合同，你对该履行诺言，不然滚。我不跪，我喊你爸爸还不行？哎呀，风太大，听不清，再大点声。我说，我叫你爸爸。再大点声。我说，我叫你爸爸。勉强过关。150万，一分不少。别人不要的垃圾，你当宝，原价收购。哼，合同烂在手里，我看你怎么哭。小易啊，郑家都已经卷钱跑了，那小牛湾也成废地啊。王叔叔，我不是做慈善，我有可靠消息，不久后，小牛湾这块地政府要重新开发，这手里的合同啊，以后值大钱。他那种冤大头就让他掏，我们这份200万，一分不能少。妈，
张毅今天都花了这么多钱了，你别再这么说话了。他有钱就让他拿，我倒要看看废帝能开出什么花。他有钱就让他拿，我倒要看看废帝能开出什么花。哎呀，小易刚帮咱们度过危机，你少说两句嘛。张毅，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对我好又什么都不承认。小易啊，金氏集团今天晚上有一场大型晚宴啊，你带小易去长长见识。行，我带他去。张毅，张毅怎么不穿礼服啊？是不是安客们不给买啊？事发突然，匆匆赶来，没来得及换。哦，我倒是觉得他还挺可爱。秋雪，你干什么？秋雪，你干什么？啊，你们快看，那是你老同学李云熙。我们王家这次的新产品，要是能找到他代言，肯定会很火爆的。哎，我们快去打招呼。云熙，我是你的老同学安安。王安安，这么巧？是这样的，我们王家的新产品想请你代言。老同学能帮一定帮。太好了，那我让秘书拿合同。喂，小王，把合同拿过来。云熙，合同在这儿了。王安安，你真当自己是个公主啊？什么东西也配和我合作？什么东西也配和我合作？你不是说等到时候我们合作吗？老同学一场，客气几句，你还当真啊？我现在可是当红明星，你们王家付得起我的出场费吗？啊，听说你嫁了个山里的土鳖老公，曾经的校花选个泥腿子，唉，真是让人唏嘘啊！你不想合作可以直说，我们王家还轮不到你评价。大明星了不起，不想合作就直说，小人得志啊！我们走，大家快来看，几年没来往的老同学找我代言，我不同意就道德绑架，想白嫖。挺漂亮一女的，脸皮怎么这么厚啊？想吸血，做春秋大梦。保安呐，赶出去啊！不是这样的，张毅，你来的正好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哦，你就是那个土包子赘婿啊！云熙，你别太过分，是我找你代言，跟张毅没有关系。原来你是迷星啊，一脸尖酸刻薄样，没少挨刀吧？你个死废物，竟然敢说整容，信不信我告你诽谤啊？你和王安安一样，蹭热度，不要脸。云熙，我到底哪儿惹你了？你要这么针对我？我就是喜欢羞辱你，你能拿我怎么样呢？西西不会平白针对人，肯定是他太过分。真不要脸，得罪了西西还上赶着，闹大了，对王家新产品不好，不能耗下去。我们走。这么快，我还没吃饱呢。你不走，那我走。你不走，那我走。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向王安安道歉，再把王家给你的代言合同签了。张一，这种人不值，别理他。你个土包子还敢说这种话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这小子疯了吧？敢在西西的场子撒野？赵晨光会长捧红的人，他也敢惹？等着被收拾吧！不管你是失心疯还是想蹭热度，今天不给我跪下舔脚，休想我原谅你！可别想拿王家吓唬我，我一个电话就能让王家破产。这一巴掌是替王安安打的。迷信又如何？在我面前都是蝼蚁，你尽管造次，你看我有没有办法治你？周一，我要你死！我要让你坐牢！你给我等着！好啊，我等着。张毅，你当时为什么打李云熙啊？他们欺负你，我替你报复他们，天经地义。你太冲动了，这件事情闹这么大，我们王家根本没办法对付啊！哼，张毅，你这个山里来的赘婿，居然敢打李云熙！他背后可是赵城关会长，他只要动动手指，我们王家就万劫不复。王安安，你和张毅必须要给大家一个交代。我们王家才过上几天安生日子，又被你搞成了满城笑柄。就是啊，李云熙是什么人呢？
那是背靠着晨光商会的主，咱们惹得起吗？别怪我不顾姐妹情啊！你就是仗着同学关系跟他凑上去找他谈合作。现在倒好了，我们王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你做事情前不会先动动脑子吗？王月，你之前口口声声说向我下跪，承诺履行了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谁说要跟你下跪了？张毅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就别添乱了，快别说了。王安，你纵容张毅3番2次惹事，你还配当这个总经理吗？你和你爸一个样，只会无脑护短。趁早把位置让出来给能长。哎，你大伯说的对，几次决策失误，王家的名誉已经经不起折腾了。再执迷不悟，我们只能用家法处理你。大家放心，这件事情我肯定想办法解决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用不着，我已经和李云熙谈过了，只要你跪下道歉，拍个视频发到网上，之前的账就一笔勾销。李云熙配让他下跪，那几巴掌终究是没打疼他吧？张毅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就是个只会惹事的废物，搞清楚自己的位置。大伯，张毅再怎么说也是我的未婚夫，还轮不到你越俎代庖。来人，去把他给我摁住，给我拍道歉视频。啊！反了！张毅，你敢打我的人？安安说他有办法解决，就算没有，我也能替你们摆平。真正该下跪的是李云熙。你放屁！李云熙背后有赵晨光在撑腰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你不信，走着瞧。舆论会逆转。张毅，我们直接这样过来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哎呀，张毅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是，待会儿你就站在一边，我不让你说话，你就别乱说话。当年小安安也是这样拉着我的，奶声奶气的说：“张哥哥要听安安的话。”张毅，我跟你说话，你听得见吗？听见了，再磨蹭，媒体全围过来堵你采访了。我认得你。你就是那个要蹭李大明星白嫖代言的老同学吧？李大明星发话了，今天你要是不跪下磕头拍视频，今天别想出这门。想好了没有？我还要向李大明星复命呢。想好什么？都过来磕头认罪了，还他妈装蒜！今天要是不跪下磕头道歉，今天别想出这门。你小子他妈找死！兄弟们，快来！给我上！滚！王安安，我听说你有心道歉才出来接待，没想到你带人行凶砸场子。不是的，于西，昨天晚上我们没有针对你的意思，而且张毅打你也是为了给我报仇啊。你都造过谣了，要不你就原谅我吧，咱们都是老同学，也别在这僵持了。原谅你，行啊，就像我跟你们王家说的，你跪下磕头道歉，否则网上的舆论啊，休想消停。于西，你真的是太过分了！我昨天晚上找你谈王家的合作，我合作条件都没说，你就说我是白嫖，你自己同意合作的，我去拿合同给你，你又倒打一耙，你这样分明就是在戏弄我。王安安，你还是那么单纯，高高在上的大小姐比我想的还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字面上的意思。过去在学校，你漂亮还是王家小姐，追你的高富帅都排到了校门口，你清高的像天鹅，我们这些丑小鸭都不如你。不过现在我是红得发紫的大明星，有资格在你头上羞辱你，而你只能忍着不能反抗，懂吗？这就是权势，我们的地位啊颠倒了。于西，你真的太过分了！我改主意了，你现在跪下磕头，脱光衣服搞行为艺术。你男朋友张毅嘛，给我跪下，自断双手。我要让全国人看看得罪我的下场，你们只有这样，我才原谅你。你这是要让我们社死啊！云溪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
登报向王安安道歉，再跟王家签免费合同，还来得及。张毅，张毅，你脑子受刺激了，还敢威胁我，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。搞清楚，现在是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，要谈呢，找他们谈去。张毅，看来是我们来错了，我没想到赵会长竟然这么器重他。云溪，我们知道错了，都是我不应该让张毅乱说话的，我们跟你道歉。现在道歉啊，晚了。赵会长的保镖啊，不归我管。你们自求多福吧。对我出手，最好做好送命准备。不信的话，给你们老板打电话。都这时候了，还装呢？有种你把赵晨光喊过来，我给你5分钟。哎呦，小师祖，你怎么打电话过来了？有什么吩咐，直接找徐州啊。云溪是你的人，他带着晨光的保镖，要我和王安安下跪。哎呦，小师祖，你信我，我和李云溪没半点关系啊！我马上赶到，让那些兔崽子长长记性。张毅啊，张毅，你装的可真像。赵晨光是什么人？他会听你的。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张毅，赵会长，他真的会来吗？你不会是在骗我吧？赵晨光，他不敢放我鸽子。聒噪！你们还有2分钟，再不来你们都得跪下。王安安啊，上学时你是女神，不然你先脱一个给大家看看呢。等一下，你们别动手，我跪就是了。不想断臂给我滚！放肆！住手！赵会长，你可算来了，就是王安安和张烨跑来道歉还不肯下跪，还说您坏话呢，一点都不给晨光上会面子。阿山，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处理？阿山，张毅在叫谁呢？大胆！会长名讳是你能叫的？嘿，你刚刚说什么？说张先生对你无礼？赵会长，你不是来帮我的吗？哼，小师祖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都怨我，都是我治下不严。李云溪和保镖，您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小师祖，张毅到底是谁啊？赵会长居然叫他小师祖。李云溪让我老婆脱光衣服下跪认错，换作是你，打算怎么处理啊？小师祖，这都是李云溪他自作主张，就算是把我杀死，我也不敢动您和师祖婆一根手指啊！就算是把我杀死，我也不敢动您和师祖婆一根手指啊！张毅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救阮安安，也不该想抢你，我求你饶过我吧。张毅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都是同学。安安心善，饶你一次，但活罪难逃。带去。不要，放开我！张毅他到底藏了多少秘密啊？别急。王安安任内，公司多次被拖后款，遭势力打压，我建议罢免他的总经理一职。我为王家熬了3年夜，他们居然只看到了我的错。王安安下台，王天雪下台，不能让他们父女把持公司，反对张毅这个废物。你们凭什么召开股东大会？还有你，王月，你凭什么上台提议？是我允许的。安安，你有异议？爷爷，安安呐，你多次让公司陷入危机，王家人已经不信你了。从此往后，你就不再是总经理了。老爷子，李云溪很快就会签代言合同，舆论很快就会消，你撤他职位，这不合情理。张毅，你在外面装逼就算了，还敢在股东大会上胡言乱语。明明大家都知道李云溪让王安安下跪道歉拍视频，你说解决了，你有什么证据啊？事实胜于雄辩，李云溪很快就会拿着合同上门，你们不信可以等。若真是这样，我天天叫你爸爸。不用天天，一声就行，叫多了我嫌恶心。张毅，你是不是蹬鼻子上脸啊？我倒要看看李云溪怎么找上门，要是没来，你和王安安就滚出王家。好了，就照张毅说的等。那现在先开会。秦氏集团新地皮的项目，各位都有什么看法？要争取秦氏的合作，王安安就行。
王安安连李云熙都搞砸了，昨天他和张毅还得罪了秦总，我倒是觉得安安可以将功赎罪。爸，安安，你是要被排斥出公司，还是要搏一把，让秦总满意？安安，我的丑话说到前头，这次给你机会，是看在过去的功劳上，这次你要是不行，到时候你们一家子都得离开王家，自生自灭。张毅，你为什么要乱说话？你明知道我不行啊！啊，别妄自菲薄，我相信你。现在说大话，小心日后全家成笑柄。爷爷，您觉得我爸说的对吗？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，安安，如果成功了，你继续做总经理；如果失败了，你们父女俩自己看着办。爷爷，王总，有人上门专门找您谈事情。哼，肯定是李云熙下最后通牒了，某人的牛皮要吹破了，我们王家也要受牵连。别怕，好戏还在后面。我就说不该让王安安挑公司大梁，现在李云熙派人来，王家要完蛋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牛皮要破了，要完蛋了，想个办法呀。这位小姐您好，请问您是李云熙小姐的？我是李云熙秘书戴小文。一定是李云熙小姐等急了，我们这就让王安安跪下道歉，拍视频，发视频通告全网。您就是王安安王总吧？王总好，我代表李云熙小姐向您道歉，她身体不适，这是特地指定的优惠合同。现前害您让王家名誉受损，西西要签免费代言，并且向媒体澄清误会，还有6000万免费赔偿金，不够的话可以再商量。李云熙居然来道歉，还送免费代言和6000万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月儿，你快瞧我是不是看错了？不可能，李云熙明明要王安安道歉的。各位，李云熙小姐说了，她和王总是同学，免费代言只和王安安签。李云熙脑子有病吧？拿王家当猴耍。现在李云熙已经道歉，你是不是该兑现承诺了？张毅，想让我跪你叫爸，下辈子吧，你有什么资格？老爷子，他不打算兑现。爷爷都不管，你能怎么样？王月，刚刚逼我拍视频的是你，现在你想赖账？我就赖账，你能拿我怎么样啊？既然都不在乎合同，那我就把它撕了。安安呐，你管管张毅，这合同能撕吗？爷爷之前要放弃我，现在又为了合同来压我，我在外面找办法，他们却只想着利益。我管不了，张毅是我的未婚夫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安安呐，爷爷也是为了大局着想啊，他们王昂父女俩瞎搅和，现在看来你才有这个能力啊！王月，赶紧道歉！爷爷，跪下！张毅，我错了，我有眼无珠，我管你叫爸爸。危机已经解除，那王安安是不是可以继续当总经理？行，安安继续做总经理。明天我给你办一个任命仪式，宣布安安正式接手王家。这次算你们走运。哼。安安，以后没人敢欺负你。有你在，我不怕了。今天是我们王家集团新总经理的任命仪式，经过多番考验，我宣布继续任命王安安小姐为集团的总经理。感谢爷爷，感谢各位的认可。过去的日子里有困境，有质疑，但幸好有一个人默默地陪在我身边，一直支持我，护我周全。还不是靠那个乡巴佬？那是成国商会的赵会长，还有军座杜云威。天海首富钟耀生也来了，他们怎么会来？参见小师祖。安公，师傅，您吩咐的事情已经安排到位，王氏集团后续的资源我已协调到位。我并非什么乡巴佬赘婿，终南山张氏世代行医救济，先祖成为皇家御医，执掌太医院。我自幼跟随师祖学医，兼修武道。下山后，不仅为了履行婚约，更为了寻找儿时约定的丫头王安安。当年你说非我不嫁，我答应过会回来娶你。之前隐瞒身份，也是想看看你的真心，暗中护你安稳。现在，我回来了。骗子！骗子！
骗了我那么久，害我受了那么多委屈。以后不会了，有我在，没人敢再欺负你。各位，张先生乃是我晨光商会的小师祖，更是钟老的救命恩人，杜君做的再生父母。今后王家集团就由张先生与王总共同执掌，谁敢动王家分毫，便是与我们为敌。还有，我已下令，天海所有的军政资源，从此之后将全力支持王氏集团的产业。王家项目，我钟氏集团全额投资，分文不取。张毅，往后余生，我们风雨同舟，不离不弃。不离不弃。